我想没有人不怀念中国动画曾经的辉煌。那时候我们有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这样拿奖拿到手软的巅峰之作，有实地临摹敦煌壁画后绘制出来的九色鹿，也有天书奇谭这样独具匠心的杰作。1960年，小蝌蚪找妈妈的诞生，更是为中国动画开创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是首次将传统水墨画引入到了动画制作中，虽然时长只有15分钟，情节也比较简单，但其别具一格的画风却把观众带入到了一个清新淡雅的水墨画世界。特别是片中按照齐白石原画设计的河虾、螃蟹、乌龟、鲶鱼，更是栩栩如生，跃然屏上。不过由于当时还没有电脑这些高科技，所以动画制作完全只能靠手工。每个镜头从起始到终止都需要绘制大量动作轨迹连贯的图片，然后让其快速地动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动作动画。按常规的1秒24张来计算，1分钟的动画就需要画1440张，工作量可想而知有多大。而传统水墨画比较扯淡的是，它每一笔下去都是不一样的，墨色晕染的浓淡厚薄，用笔时的提按顿转，整体的意境和神韵往往都是画家一念之间的灵感，有很大的随机性。就算是画家自己，也不可能重复画出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画。所以对于当时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真是难如登天。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大家都灰心丧气的时候，有人提出可以借鉴木板水印的方法来制作水墨动画。这是明朝发明的一种彩色印刷术，专门用来复制各类传统山水字画，其技术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说白了就是古代克隆技术的黑科技。据说当年齐白石看到荣宝斋的仿品时都难辨真伪。木板水印在实际制作时，首先需要按照原画，把各种颜色图像的轮廓层次全部分解掉，描成样稿。比如像墓地中重叠的山，就需要一层一层的去分解勾描，或者像韩熙载夜宴图，1600多个颜色就需要勾描出1600多幅样稿。勾描时需要特别注意原画的神态细节，稍微错一点就会走样。接下来是把样稿贴在木板上，依次进行雕刻。落刀时除了要把细节刻得纤毫毕现外，同时还要注意高低起伏。如果都是一样平，出来的线条和画就是死头干僵的，所以需要通过起伏来体现原画的虚实轻重。由于这一步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所以都是由木板水印的传人亲自动手。最后呢，再把木板依次投影成画。比起现代印刷，这种方法能最大程度地把原画的深浅层次和笔墨神韵逼真地还原出来。当时美影厂正是借鉴了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把水墨画的每一笔画法、颜色层次都分解掉，然后刻制在印章上，再重新进行组合套盖出水墨画。这项技术当时被列为了国家机密，后来日本人多次专程飞来中国想要学习，但都被婉言谢绝了。1963年，美影厂耗费3年时间推出了更加成熟的水墨动画作品《牧笛》。片中的水牛由国画大师李可染亲自手绘，为了方便动画制作，还特地画了14幅。片中美妙悦耳的笛声《江南春》则由中国一代笛子宗师陆春林亲自演绎。这部动画片以小牧童梦中寻牛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唯美无比、诗意盎然的水墨世界，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正是苍山含烟色，桑田映霞辉，瀑布高处白云间，悠人小舟随波漾。比起前作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加入了奇峰飞步、云海竹林、鹤环雀燕等更多的元素，把水墨画带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中国动画按照这个路数发展下去，我们不敢想象今天会有多牛。可惜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动画自此停滞不前。一直到1988年，美影厂才推出了新的作品《山水情》。该片犹如一首意蕴悠长的诗文，让人回味无穷。故事讲述了年迈的老琴师在回家时病倒在了荒郊野外，摆渡少年觉察后将其救到家中，悉心照料。一日渐渐苏醒的老琴师深感时日无多，于是取出古琴教少年弹奏，有意让他成为自己的传人。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少年在老琴师的倾囊相授下，加上自身的天分，琴艺是日益精进，就连河里的鱼虾也禁不住跟着美妙的琴声翩翩起舞。老琴师知道他的技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只是还欠缺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
这日他偶然见到一只小鹰离开母亲，独自向远方翱翔的情景，心中顿时豁然开朗。于是他带上少年划着一叶扁舟，乘风破浪，前去远处领略高山流水的广阔和自然的灵动。这日当行至山巅时，老琴师却依依不舍地要和少年分别，临走时还把心爱的古琴赠送给他。望着恩师渐渐消失的背影，少年坐于悬崖危壁之上，手抚琴弦，灵感迸发，以一首爱而不伤的山水情默默相送。这部山水情堪称中国传统水墨动画的巅峰之作，但也是最后的绝唱。虽然后来不乏有《桃花源记》这样有诚意的作品，但受限于高昂的制作成本和人才的凋零，如今传统水墨动画几乎已经消亡。要知道，传统水墨动画非常依赖于古法手工技艺，其繁琐庞大的工程量和制作成本是同类影片的5倍以上，更不要说还要请李可染、陈时发这些国画大师来参与创作。美影厂当时是有国家的扶持和补贴，才可以不计成本的去投入，加上特委钱家俊等动画大师精益求精的态度，所以才能创作出这些蜚声中外、足以传世的艺术佳作。但是从90年代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经济，美影厂必须自负盈亏。以前是有人叫好就行，叫不叫座根本无所谓，反正国家兜底，搞艺术的只用专心搞艺术，不用操心钱的事。但是90年代后就不行了，一部作品首先最重要的是赚钱，是活下去，其次才是叫好。所以传统水墨动画高昂的成本注定无法在新时代的市场中生存下去，同时动画大师们毕生积累的经验也不能得到传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成也水墨，败也水墨。在今天这个影视动画工业化的时代，那个诗情画意的传统水墨世界注定离我们越来越远，就好似在片中随着孤帆远去，老先生的背影渐渐消失，少年的一曲山水情自此成为了绝唱。